咁啊，之前有一條影片呢，就盡數 Panavision 嘅不是嘅，咁究竟有幾熱烈嘅反應呢？超越晒我本台嘅記錄啊！大約35日呢，就衝破咗10萬嘅觀看，更創下咗單條影片呢，迎嚟咗1500個訂閱添。雖然有好多共鳴，但當中呢，有好多唔了解 Panavision 嘅指控嘅。咁所以呢一集呢，我就未至於為 Panavision 平反，但起碼咧都希望大家了解翻一啲謬誤。其實咧，我一直都好中意舊款嘅 Panavision 嘅。咁不過時間關係啦，就唔可以講太多歷史。有興趣嘅自己去研究啦。好多人都話啦，又大隻又醜樣，最衰都係1950年代嘅錯啦。Panavision 咧基本上咧忠於翻1950年代為一個設計嘅藍本。嗱，以復刻錶嚟講咧，完美噶啦，好極致嘅做得。嗱，Lumina 殼咧就除外嘅，因為小弟咧一直都唔係好中意 Lumina 個殼。如果你到依家咧都分唔清楚 Lumina 同埋 Lumina 1950嘅分別咧，嗱，呢度最直接明白，一睇咧就明噶啦。嗱，咁啊以前咧潛入個水底度，能見度肯定極低噶啦，咁所以手錶咧有咁大隻，梗係整咁大隻啦 ，make sure 個閱讀性。嗱 Panavision 咧又係懶嘅，抄到十足，所以咧一樣 keep 翻咁大隻。嗱，最衰都係個海咯。至於點解咁厚咧？我都解釋唔到啊。可能襯翻呢一個大錶徑嘅錶殼啩。咁至於你話醜唔醜呢？樣唔樣衰呢？就好主觀嘅啫。嗱，我一樣呢覺得呢某大牌子嘅某啲錶款呢，其實都肉酸嘅啫，好主觀嘅啫。至於個護橋呢，有咩用呢？其實呢就非常之有用嘅，又係歷史嘅錯咯。喺呢度呢，難免都要講一講下一個歷史嘅演變嘅。嗱，一開始呢，其實就以1936年左右啦嘅 Radio Mia 為一個最初代嘅 Panavision 原型噶啦。本身呢，幼嘅錶耳呢，係焊死咗落個錶殼嗰度嘅，意思即係話呢，你只要用一啲穿搭式嘅錶帶啦。而由於嗰個錶耳呢實在太幼啦，所以亦都有一個硬度不足，成日都斷。所以去到1940年左右呢，就 upgrade 咗一個錶耳啦，粗身咗好多嘅。咁啊，今時今日個命名呢個款式呢，就叫佢做 Radio Mia 1940啦，都係值得收藏一隻嘅系列嘅。一直嗰個巴的呢，其實都係用翻旋入式嘅設計啦，加強翻潛水個能力。但只要試過呢，你成日都要較時間嘅朋友呢，都會體驗過。嗱，以前嘅手錶呢，都係手上鏈噶嘛，意思即係話呢，你上鏈呢，都要扭開個巴的嘅，上完鏈之後呢，又要扭翻緊嘅。每一次咁樣做呢，其實都唔係幾方便嘅。諗下因此呢 Panavision 呢就幾聰明嘅，發明咗護橋嘅呢個裝置啦。咁啊，打開呢同埋閂咗佢呢，直接呢取代咗扭開扭緊把的嘅呢個動作噶啦。只要你用過呢，絕對明白我講咩嘅。就等於呢1秒都唔使呢，就可以上咗鎖，1秒都唔使呢，就開咗個鎖噶啦。就係靠護橋呢一個支撐點，加上呢一個咁特別嘅形狀嘅呢個拉桿啦，就可以將呢個把的咧壓落去噶啦，造成上鎖嘅一個狀態，一樣可以做到300米嘅防水嘅功能。咁啊，非常之簡單啦，但係又好聰明。最緊要嘅呢係1950已經有呢個諗法噶啦，已經70幾年噶啦，絕對唔簡單。所以到今時今日呢，都係一個專利嚟。好多牌子呢，其實呢就真係好想抄佢嘅，咁但係因為專利權嘅關係啦，冇一個牌子呢可以完全一樣嘅，只係外觀上呢，我叫佢做有啲接近咁解嘅啫。嗱，試想像如果呢一隻係手上鏈嘅錶嘅話呢，一打開呢就可以即刻上鏈噶啦。咁啊，較時間再拉開一格啦，好簡單直接嘅啫。校完之後呢，相信大部分嘅 Pan 迷呢都直接咁拍上去就落實咗噶啦。咁雖然官方呢就建議你先拍實咗個把的啦，再閂咗個護橋，咁但係直接呢閂咗佢呢，成件事非常之有型呢。嗱，我自問呢都係懶有型嘅一派嘅，咁所以都係直接拍上去呢就算噶啦。不過呢，睇到好多唔少朋友啦留言，都話呢個護橋冇用嘅，令我都忍唔住出一條片去特登介紹翻。嗱，如果冇護橋嘅話呢，你只可以扭開個把的啦，上鏈再扭翻實個
個把的。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覺得呢？每次扭翻實嘅時候呢，都會擔心呢個金屬呢會唔會有啲滑牙嘅？始終咁細嘅一個零件呢，扭多幾扭呢，絕對會有一個滑牙嘅機會。所以呢，只要你玩過或者擁有個 Pennywise，先至會明白我啱啱所講嘅嗰啲嘢嘅。Pennywise 嘅呢個護橋既 iconic 又實用，辨識度又夠高。雖然上一集呢，我盡數嘅不是，儘管呢新出嘅 Pennywise 確實呢令人非常之失望嘅，但心底裏呢，我都係覺得男士呢係應該要收藏一隻嘅。不過呢，我呢度呢只係建議舊款嘅啫，例如10年前啦，或者再之前嘅一啲款式。咁啊，講下呢，有5分鐘噶啦。咁啊，希望你今集認識多咗 Pennywise 啦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